因为我想要跟大家说，就是只要我能哎呀 Chris 怎么办？只要我们还在，我们人生的路永远是一半。您现在看到的是薛凯琪在音乐节唱歌的现场片段。3月1号，歌手方大同去世的新闻传出，年仅41岁。去年还发行了新专辑，而歌手薛凯琪是方大同的多年好友，他的微博更换了封面悼念方大同，而他更换的封面出自方大同的绘本。之后，微博网友晒出薛凯琪在音乐节唱歌的现场片段，说怪不得那天唱到一半他哭了。那么薛凯琪和方大同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而方大同和大 S 一样是素食主义者，长期吃素对身体有影响吗？和他们的离世有关系吗？今天我就跟你聊聊方大同一生直到离世，以及他和薛凯琪之间的那些故事。方大同1983年出生于夏威夷，在夏威夷读过1年的小学之后，就转到了上海天山一小读书。父亲是一名职业的鼓手，而母亲梁如凤是英语老师。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，方大同12岁就搬到了广州，14岁就到了香港。他从小学毕业之后，就以美国函授课程的形式一直学习到高中毕业。曾经在4岁的时候看了一部有关音乐人的电影《拉奔吧》，而开始对音乐和舞台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美国加州的南部，有高音王子之称的李琦，在哥哥和妈妈的帮助下，加入了希洛艾特乐队，并以娴熟的弹奏和高亢的歌喉一举成名。但是呢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李琦，在飞往北科他州演出的途中，不幸空难身亡。那一年，李琦才17岁。但是他死后，由他创作并演唱的3首摇滚乐《唐纳》、《拉巴马》和《快点一起来》，早就已经风靡了全美国。方大同就是看了这部片子，开始逐渐走上了音乐的表演道路。从小他就经常在朋友的派对和社区活动上表演唱歌。方大同的高等教育和乐器都是自学的。他在15岁的时候自学吉他，18岁自学钢琴。最喜欢的音乐类型呢，是以1950年到1970年代的怀旧蓝调、灵魂乐等黑人音乐为主。1997年，方大同定居了香港。在2005年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《Soul Boy》，由此踏入了歌坛。2006年，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上，因为跟另外3位唱作人王菀之、张敬轩、张继聪合唱，被外界称作香港唱作4小强之一。到了2007年，凭借专辑《未来》首次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。2008年音乐专辑《橙月》在颁奖礼上夺得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，这也是这个颁奖礼成立以来最年轻的男歌手金奖得主。2011年，方大同和李健、萧敬腾一起登上了春晚同台演出。到了2016年，方大同成立了自己的独立音乐厂牌富音乐，坚持打造一个高品质的理想创作空间。到了2016年9月，方大同发行自立门户后的首张专辑《JTW 西游记》，并且在2017年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金曲奖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奖。之前他曾6次提名这个奖项。方大同跟萧敬腾、卢广仲和林宥嘉被媒体称为新生代的4小天王。他的歌曲《特别的人》、Love Song、爱爱爱、三人游，那些特别的调调，在华人的音乐圈中有很大的知名度。而在方大同的演艺道路上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，他一直跟他如影随形，甚至亲密无间，也传出过不少绯闻。这个人就是薛凯琪。下面我们就来讲讲方大同和薛凯琪之间那段感人的故事。在2005年，方大同签约了华纳唱片，成为了薛凯琪的师弟。那个时候刚从美国回来的方大同性格内向，粤语也讲得很烂。而薛凯琪已经是港圈少女偶像、港乐小天后。薛凯琪主动带她融入了公司，帮她宣传专辑，方大同则为她创作歌曲，两个人逐渐就成为了音乐的黄金搭档。方大同曾经回忆说，那时候我还不太会说话，他却总能找到话题。这段相遇奠定了两个人亦师亦友的关系，也开启了音乐上的深度合作。方大同为薛凯琪创作了《糖不甩》、《慕容雪》、《苏州河》等等的经典歌曲，量身打造了多首融合了 R&B 和中国传统元素的歌曲，不但精准匹配了薛凯琪的声线特点，连换气的设计都贴合她的气息。而薛凯琪则帮助方大同打开了知名度，推动他从幕后走向了台前，
薛凯琪也曾经表示说，如果某天方大同不写歌给我了，他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后来，薛凯琪因家庭变故、感情挫折，比如跟房祖名恋情引发的争议，还有舆论压力等种种原因，陷入了重度抑郁，甚至试图自杀。在自杀的边缘，拨通了方大同的电话：“我今晚就要死了，你能叫我不要死吗？”方大同没有煽情安慰，而是冷静地分析：“你死了，伤害你的人就贏了，活着才有翻盤的可能。”呢一世人識得一個最理智嘅，亦都一個狡徒嘅 friend，就係方大同。佢好理智，佢好 calm 嘅，佢好 calm。跟住我就同佢講話：我而家咧，其實咧，我真係要去死啦！乜，我話你應承我，你唔好話俾任何人聽。咁跟住佢仲同我喺度分析。我都叫咗你平時唔好食咁多 snacks 㗎啦，咁跟住同佢嗌晒交喺個電話度。我而家我要去死啦！其實你好精靈啊，你唔止係重病啊！我而家要去死啦！你仲同我研究我食嗰啲 chemicals 嗰啲嘢，我會唔會太遲啊？咁跟住佢就同我傾咗一段時間，咁啊 make sure 我嗰晚唔會死，咁我就應承咗佢，之後我就去睇醫生。这场持续到天亮的对话成为了薛凯琪人生的转折点。方大同理性的分析，安抚了情绪之后，还联系了薛凯琪的家人，及时干预，救下了薛凯琪的命。从那以后，方大同陪同他治疗，并且为他创作了《Over》、《Better Me》等等的歌曲，用音乐治愈了他的伤痛。薛凯琪说：“没有大同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了。”而方大同则化身人形药箱，在歌词中藏着鼓励他的话，成为了他走出黑暗的精神支柱。在公众的眼中，两人频繁的互动。方大同的生活只有吃饭、录音、薛凯琪。方大同的微博中有10%的内容与薛凯琪相关，甚至还转发其他人提到薛凯琪的动态，被戏称为万年薛凯琪，甚至允许薛凯琪在他禁止吃东西的录音室里面吃零食。两个人还常常被拍到一起庆祝生日、逛街。薛凯琪还带着他见过家长。尽管外界不断的在催婚，两个人始终坚称我们只是好友。薛凯琪认为从朋友变为恋人会很尴尬，担心关系破裂，失去珍贵的友情。而方大同则通过《不要爱我》这些歌曲隐晦地表达了对这段关系的珍惜。你是如此对的人，怕做情人会变成敌人，努力维持着恋人未满的微妙关系。而薛凯琪却开玩笑说，如果我们接吻，可能会笑场。方大同去世之前，薛凯琪多次公开喊话，期待两人合作，但最终因为他的离世成为了永远的遗憾。在2025年2月21号，方大同不幸因病去世。去世的消息是3月1号才真正对外公布的。而在微博上，网友已经晒出2月22号薛凯琪在音乐节上唱歌的现场片段。网友说，怪不得那天唱到一半他哭了。所以薛凯琪作为方大同的好友，肯定在媒体公布之前就知道了这个事情。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2月22号，当时还没对外公布方大同去世的消息，所以薛凯琪在海口音乐节演唱半路的时候，情绪失控落泪，还重唱了几次。而之后薛凯琪的微博还更换了封面，悼念方大同。细心的网友发现，更换的封面是来自于方大同的绘本。而方大同去世的最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他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？同样为素食者，方大同和大 S 去世的原因有一定程度的相似，这在我个人看来可能并不只是巧合。方大同去世的原因，公司并没有明确告诉大家。不过了解方大同的都知道，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。2010年9月，在过去的1年中，他在许多地区举行了约30场演唱会。方大同因为气胸住院，还不定期的几次复发入院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演唱。而在2024年10月份，方大同的新专辑《梦想家》上线，他表示这一张是病中专项，就说专辑是生病的不同阶段录制的。在这张专辑中，很多听众都表示方大同的声音听起来有了变化，感觉更加沙哑了。方大同和大 S 仅仅在2个月内就有这2位知名的年轻艺人去世，而他们有着长期的素食者的身份，也不由得让人将他们的身体情况和长期素食这一做法联系起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方大同信奉主张世界大同的巴哈伊教，也称大同教。他的外公虽然不是巴哈伊信徒，但是很喜欢这种宗教的中心思想，所以用这个宗教为他命名，这就是方大同名字的由来。方大同是长期的素食主义者，从小就一直素食，
而且2度被亚洲善待动物组织授予亚洲最性感素食男艺人的称号。他在2010年之前是蛋奶素食者。蛋奶素食者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指的就是不食用任何动物肉类、鱼类和海鲜，但允许食用鸡蛋、奶制品的人。方大同表示，由于长期素食，我很少生病，为了健康应该远离乳制品。尽管方大同的具体死因还没公布，但在过去的5年里，他反复因为气胸接受治疗，气胸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。而气胸是什么东西呢？气胸也称为爆肺，是一种气体进入胸膜腔，导致肺组织受压塌陷的疾病。而其实气胸的治疗非常平常，大多数人规范治疗之后都可以很有效地控制病情。方大同之所以离世的早，可能是跟他体弱消瘦、免疫力低下有密切的关系。医学专业人士说，气胸一般不会致命，而且很容易治疗，根本不需要上 ECMO， 甚至不需要呼吸机来支持。方大同应该不是直接死于气胸，有可能是因为反复气胸的发作，他需要反复放置胸管操作，导致感染和脓胸了，没办法控制感染，最终就出现了器官衰竭。而气胸大多是因为肺部的薄弱区域，比如肺大泡破裂引发的。瘦高体型的男性是高发人群。方大同之前多次因为气胸而住院，反复发作的气胸导致了胸膜粘连和肺功能的不可逆损伤。方大同长期消瘦，身高1.78米，体重却只有60公斤。属于典型的瘦高体型的男性，这跟他的长期素食饮食的习惯有关。方大同从小就坚持蛋奶素食，而在专家看来，这是长期营养摄入不足，尤其是蛋白质缺乏会影响肺组织的修复能力和免疫力，加剧了肺部的脆弱。在这之前，大 S 是因为流感而去世，也有医学人士认为，年仅48岁就死于流感，这是很罕见的现象。大概率跟他的基础疾病有关，他的素食习惯导致了免疫力的崩溃，因为流感引发了败血症而离世。同样的，方大同的营养不良也可能导致肺部弹力纤维的发育不良，这也是引发气胸的定时炸弹。后来网友调侃说，方大同应该和刘晓庆交朋友，如果早点遇上他，刘晓庆肯定会劝他多吃肉，荤素搭配。对，这就怪我好多吃素菜的朋友都去世了。他吃了16年的素，在电影《南海长城》里面演我姐姐啊，他就一直吃素。谁啊？陈祖荣。然后他就等于是叫什么骨质流失啊，就简直就没有力气，就拄拐棍。我每次去杭州请他吃饭，然后在我面前就是老太太。我说为啥呢？他吃素。我说停，不要吃，来不及了。后来就很快就去世了。走了，走了。哎呦。尽管这样看起来，我们这些旁人的说法都是事后的诸葛亮，素食者导致免疫力低下，这个说法也比较笼统。但我在这里还是希望简单的聊一聊，长期的素食对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在医学的研究中明确了，长期的素食会由此带来蛋白质的摄入不足，而蛋白质是免疫细胞像抗体、白细胞等生成的基础。第二种是导致了维生素 B12 的摄入缺乏。维生素 B12 几乎是仅存于动物性的食物中，长期缺乏会导致巨幼细胞性贫血，削弱了免疫的应答。第三种是铁与锌的摄入不足，它会让植物性的铁吸收率低，而且素食者经常缺锌。铁和锌都是免疫细胞增殖与活性的必需元素。还有一种是 Omega-3 脂肪酸，在植物中亚麻籽转化成 DHA 的效率很低，而 Omega-3 对免疫调节和抗炎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。在牛津大学的研究中，不是科学规划的素食者营养不良的风险会增加34%，免疫力下降的风险显著高于均衡的饮食者。而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则认为，素食者如果忽视了营养的搭配，免疫力下降的风险会增加34%，感染性的疾病死亡率急剧上升。所以，作为素食者，也要针对性的进行摄入相关身体的必需补剂，包括维生素 B12、铁锌元素、Omega-3，还有蛋白质的摄入。听完了方大同的故事，我就在想，41岁的一生，干净的像一张白纸，不结婚，坚持素食，安安静静的生活。方大同的人生真的和他的歌曲的曲调一样，悠然又特别，与世无争。
在我的年少时期，经常在私下用磁带翻唱、翻录过方大同的歌，他的歌一直存在我的随身 CD、MP3 播放器，还有 KTV 里面也经常点他的歌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的青春里面有他的陪伴。在这里，我只希望方大同一路走好，到另一个没有病痛的世界里继续他最爱的创作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弘毅阿文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你的支持是我创作更多更好视频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